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外挂。第二个外挂叫 round corner。round corner。那这个 round corner 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 SketchUp 里面呢去找到它的程式哈，在视窗找到扩展程式管理器。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如果啦你有程式的话，你可以直接这边安装扩充程式。那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扩充程式，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视窗，先在 Extension Warehouse 打上 Run Corner，记得 Run Corner 它中间没有空格哦，因为如果是有空格，它会找到不一样的档案哈。那我们现在要找到的是这个 Run Corner。好，这个 Run Corner 呢，它是非这个Extension Warehouse 可以下载的哈，它会带到另外一个网站哈，有 Sketch Education 的这个网站。然后呢，如果你有 login， 像我现在有 login， 我就可以把它做 download 的动作哈。那到时候老师这个档案也会给大家。那 download 下来之后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Run Corner。它现在是第3.3A 的一个版本哈，它也可以 for 2021、2017也是可以的。好，那怎么安装呢？我们先把它关掉一下，先打开我们的视窗，找到扩充程式管理器，利用我们的安装扩充程式，找到 Run Corner 做开启。开启完之后呢，它就会建立这个 Run Corner。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Run Corner 呢，它目前还没有出来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关掉，再重新打开它。打开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讯息。好，我们看公分，它告诉你说 ，You must install LabFredo 6 to run corner。它告诉你说，在你要 run 这个 run corner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 LabFredo 6这个程式。所以我们要先去找什么叫做 LabFredo 6。那 LabFredo 6它会自动帮你连接到这个地方来哈，它其实是一个控制我们刚才的 Run Corner， 也还有一个是黄宗堂老师有教给大家的一个 Curve Loft 的那个扩充程式哈，都是由这个 LabFredo 6去控制的哈，所以我们先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 download 下来之后呢，它就会在这里 LabFredo 6。好，那目前的版本是11.7C，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安装起来。所以它照理说它的安装顺序就会是这样哈，所以老师给大家的讲义就会是这样，你必须要先装 LabFredo 6，装完之后呢，它才可以装 Round Corner 这个外挂程式。好，所以我们倒着装也没关系。好，所以我们视窗扩充程式管理器，我们安装我们的 LabFredo 6 11.7C 版。好，装完之后呢，它这边就会有 LabFredo 06的这个东西哈。那这个扩充程式管理器呢，它可以让我们做安装程式的动作，那也可以把它关起来。这边有一个已启用，这边可以把它停用哈，停用下次再开启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开起来。那如果你一次安装很多很多的这个扩充程式呢，它就会比较 lag。你在开这个程式的时候，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要叫进来嘛，就会比较 lag 一点，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把它做关闭的动作，等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这样也是可以。那如果呢你要把它卸载掉的话，你可以用这边的管理，在管理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卸载的动作。所以当你按下管理的时候，这边有解除安装，解除安装就可以把这个外挂程式把它解除掉了哈。好。OK，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好，这边
这边有一个 LabFredo 的运行库设置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LabFredo 控制器。那这个控制器呢，它可以设置大家的语言哈。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你们如果打开的话呢，它的一刚开始语言会是英文的。那我刚已经有进去稍微把它改一下哈，就是改成中文哈。那我是觉得还是用英文会比较好一点哈，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英文。好，然后它现在还是中文的啦哈，我们参数设置好，没关系，中文、英文其实都没差，因为它只是一个用来做一个版本管理还有设置的哈，所以我们就大概先做这个安装。好，那麻烦你们先把这两个外挂程式先关起来哦，然后关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接着我们要怎么样把 Run Corner 的一个功能键叫出来呢？我们必须要重新打开我们的 SketchUp， 好，所以我们把它关掉，再重新打开来。那它现在就会去叫我们所有的外挂程式，所以你会发现它比刚刚开的时候还要 lag 一些些哈，因为它把所有的外挂程式都包进来了哈。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这边按右键，就会多了一个叫 Run Corner 的外挂程式哈，所以我们打开来 Run Corner。那这个怎么做呢？好，我们先请大家帮我们画一个正方形。这里画一个正方形，但是它中间多了一个烟囱。那这里呢，我们来一个圆形，往上，在中间内缩，往上。好，往下。好，来麻烦请同学，还没。好，来再做一个圆圈圈。然后好，再做一个正方形往上，然后我们用橡皮擦把下面的这两条删掉。好，太高了，好，我们稍微修一下。好，等一下呢，请同学帮我做一下1、2、3、4、5种不同的造型，好，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咯。好。这个 Run Corner 怎么做呢？好，我们就把它选起来。选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里有3个，一个是圆角，一个是尖角，不是锅贴啊，尖角，斜切边线与转角。好，我们看一下这3种不同的一个造型。好，我们把这个先复制成3等份。好，分别是它的造型。好，是第一个圆角。当你按下去之后呢，这边就会是中文的哈，因为我刚刚设的是中文的造型。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这里它是要撤销哈，其实是 offset 的意思，就是你的距离要有多大。那这个 offset 呢，就是事关你的这个圆角呢，它跟你的这个边线之间的距离。那我们 offset 呢，比如说你希望它的半径是5，那我们就是可以在 offset 这边设成5。那我们看一下圆角的造型，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画面之后，它旁边会有一个滑鼠点击打勾的动作。好，这样子我们就有圆角的造型。好，所以它做圆角的时候速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快哈。好，我们把这个删掉一下。好，来看一下它仔细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利用检视隐藏的几何图形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圆角的一个造型，然后半径是5。好，所以这个在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还记得吗？我们就是做那个玻璃窗的那个造型，它就可以很快哈。好，那这边就先不示范了哈。好，那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呢，一样我们把它选起来。那这一次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尖角造型哈。来看一下，一样设置它的 offset 是6，我们按下打勾。
那尖角的造型呢，跟圆角的造型比较不一样哈。圆角的造型呢，它是圆弧形的，那但是这个尖角的造型呢，哎，跑掉了。这个尖角的造型呢，它是中间点，它是会是尖的。好，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会是哪一种。那再来呢，我们看下一个。好，我们是利用这个斜切边线与转角。好，那一样我们是设offset 为10，来一样打勾，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斜切造型。好，所以这3种不同的造型呢，给大家参考一下咯。那我们就利用后面的部分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它的不同的配置或者是不同的一个造型，它出来的形状会是如何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假设我要设定的是圆角哈，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它的 offset 是设6，那这边呢有 segment 哈，segment 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圆弧状哈，就会长这样，所以它边边这边呢也会有圆弧状。那 segment 呢，就是你要它有多圆滑。刚刚设的圆滑的造型呢，这边是6，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有1、2、3、4、5、6个，好，它是用6角的圆弧。那如果呢你是设10，那它就是会是10个圆角的一个细致度哈，所以这个 segment 呢，如果设大一点呢，它的圆就会更漂亮。但是就之前说的哈，它的 polygon 就会多哈，你的整个造型的比重就会整个造型的档案就会比较大一点哈。好，那继续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那我们这边就是假设是用尖角的部分好了，我们segment是设6就好了，不要太重哈。那这边呢，它的 offset 是设5哈，所以我们按确定。好，所以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圆形柱状图。好，再来是这个。好，一样是设我们的圆角造型。offset 呢，我们设3就好了哈。好，打勾。那设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哈，哎，我的 segment 是10哈，我们这边设6就好了。好。你会发现它多了一层盖子哈，那这个盖子呢，我们可以直接删掉它没有关系哈，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向内凹的弯的造型，所以这样子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呢，就会非常快哈。好，那再就是薄片可不可以哈？薄片我们也是一样哈。如果呢，比如说你是要转折的部分，我们就是一样，有转折的地方打勾，它就变成是这样折的。那如果是设圆角造型的话呢？ offset 我们设5，设10好了哈，比较大一点，看得比较出来。10，好，来 offset 设10，好，打勾。好，它就会是这样的圆形。那这个呢，它除了全边之外，它还可以设单边哈，就是你只有针对某一个面来做哈，所以我们假设这一个面，它就只有针对这个面，那这边就不动它。好，所以就可以做单面的这样的一个圆弧造型，所以这个 round corner 很好用哈，所以教给大家哈。那麻烦请大家把这几个造型都自己做过一次哦，然后把它绘成2D 图形上传到作业区。好，交给大家。